颠簸、尘土飞扬、偏僻的道路，还有不方便的交通，距离首都足足450公里，安哥拉的卡兰杜拉大瀑布看起来如此遥远，种种困难足以劝退我100遍。可是大自然真正的美景，从来不是自己走到你面前来，想见它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先踏上那条看起来很难的路，而且真正迈出那一步，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属于我的第 N 种人生体验。5公里就到了，终于到了这里。前面听到声音吗？前面就是瀑布。这次来的稍微有点晚，如果来早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更好。不过我已经非常满足了，老娘做了1天的车。本来想在那个观景台那里搭，但是他好像说是不让的还是怎么着？哎呀，在那里搭帐篷真的是超级浪漫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瀑布的声音，算了吧，那我就在这里搭。现在这个帐篷搭好了，我发现我还自己带了有橙子，这也太棒了。我刚才给小兄弟分了一个，他已经吃完了。这有甜汁，刚才我去那儿还有厕所，然后厕所里面还有点那种水啊，那个不是特别干净水，但是洗漱呀那些是完全没问题。我去，这个橙子也太好吃了。Yes, thank you. 小兄弟看着中文。天哪，这个小哥今天晚上就这么睡在这里了。Use this. Yes. Cover. Yes. 我帐篷给他，让他盖一盖吧，然后我睡这儿。我已经比他强很多了。Okay. Obrigado. Okay, start here. Okay. It's a instrument. Marimba. 啊，marimba。Yeah, marimba. 这大哥想给我表演一下，但他的锤找不到了。Nice. Tá bom. See you later. Okay. 哦，拜拜，John。Okay. 现在是早上的6点，不行，周围没有人，除了我的搭档。我们就在这一个小小的丛林里面，一直穿过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到达那个瀑布的底部。挺难下的。我现在就感觉置身于一个热带雨林里面一样，周围都是那种古树，然后就是藤藤弯弯的这样弯弯绕，好多植物，一片绿色，还有那种各种野花，时不时的还能出没蝴蝶。目前为止，这个瀑布呢，它还没有完全被开发，所以它没有非常多的游客。钓到，自己制作的这个鱼竿，还带了一把砍刀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它的诱饵。这个路也太滑了，我现在是长记性了，太滑了。你看，那里就是瀑布。哇，我离瀑布这么近！穿过林间，越过小河，看渔夫以最原始的方式渐渐引鱼上钩。本来以为很难到达的地方，没想到走着走着就到了。好像远方并没有真的远，只是我们总喜欢把它想得太复杂、太艰难。真正阻挡我们，往往不是那段路到底有多长，而是心里那句“我做不到”。
管大哥，他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一路上，然后明天大概回去吧。世界可以很大，当你独来独往只游走在自己的时空，但世界也可以突然变得很小，当你因为一个中国人而认识了一群中国人。因为杨先生、陈先生、管先生，我后来相继认识了彭先生、张姐，甚至还认识了后来在纳米比亚帮助过我的周大哥、沈大哥、梁大哥、高大哥、杨大哥、刘小姐。我愿意让每一个真正对我好的人出现在我的视频中。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收获过很多真心的帮助，只是我也很清楚，并不是每次被帮助时心里都会感到纯粹的快乐。卡兰杜拉瀑布回程一路上，我被施助者的家属无力的使唤。忍无可忍，我终于还是爆发了，但却被旁观者训导说，在人家的地盘，寄人篱下就是你的基本处境。但我只想说，你的想法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很多时候，施助者常常处在物质和地位更优越的位置，这种关系本来就是不对等的。他们的同情很容易带着隐形的优越感，这种优越感可能会让受助者感到被冒犯，或者觉得欠人情。我在想，如果接受帮助就意味着低人一等、忍气吞声，那我宁愿天天大账本，坐着非洲土车一路向北。我宁愿世界再大一点，大到我不必在被帮助和自由之间做选择。生来自由，我没必要看不必要的脸色，我也没必要欠不必要的人情。如果这种思维方式最终将我囚禁在一个孤岛，那它也一定有一个开满花朵的后花园。一次次尝试，一次次体验，我去到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到达的远方，也试着接受了自己原本不会选择的旅游方式。无论结果好与坏，快乐多或少，这些经历都会让我离大自然更近了一步，对这个世界多了解了一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更确切了自己内心的答案。